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，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。你好，你好，来一个招牌吧，果汁。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。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，滑溜到很难夹起。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，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醪，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。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，差不多8年了。我亲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。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，但每天凌晨6点，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，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。兄，这等搞捞好不好？哦，要真捞啊！啊，那谢谢哦。是啊，你攞啲整啲嘢係，有啊，好。老公，我们今买来吧，我等等你本来就要叫教我来处理，了你过来过了，你就该个给个这个该给个来给有钱啊。我来给。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，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，但是过程极其繁杂，没有耐性，难以处理。店里只做6种卤味，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，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。处理的那就想麻烦了。我的鸡卡猪油就是那就等就叫辣，就鸡啊，该处理白的哈。đó đi chủ lại cái quẻ xí chui đi rồi bà cả chinh chủ你就处理干净了，你多给卤。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，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，南姜、八角是主角儿，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儿。倒入布袋，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。一种失败了就加了就简单就可能创新哇，简单就可能改哩，我这适合大整哇。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，待白糖全融化后，加入1勺开水。糖色魔术般变得锃亮透红。煮让它煮到开为止，然后就下生抽、老抽，还有椰露，还有下糖。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。食材的属性不同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，陈子明会把6种食材分锅煮，而不是一锅烩。卤猪肠、卤五花肉、卤蛋、卤豆腐、卤苦瓜、卤腐竹，正是他愿意费功夫，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。另一边，林丽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，她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。30多年来，周国兴每天只做1种食物——果汁皮，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。和大多数果品一样，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。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，潮州用的是烤制。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，2个炉子同时开启，近300度的高温，2分钟翻一次面，稍不留神就会烤焦。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。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，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。正来看。哦，来，我今日整理好事，是啊，你攞定要。今日係佢哋做啊。
呢個3斤嘅。3斤啊，10斤可能要冇價10多斤嘅，價就1克了哈。冇呢主要對係。價貴過來。回到店里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，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，小火不停地翻炒。20分钟后，翠绿的葱粒儿要变成深褐色，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醪，和果汁搭配刚刚好。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，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，8年如一日，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，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。这家小小夫妻店，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。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，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，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，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/5的鹅。战斗力爆表的大鹅，面对广东吃货，最终都化为一句：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。而这话带到潮汕，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掳的命运。潮州有句俗语叫“无鹅不成宴”，掳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。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乡的狮头鹅，更是让掳鹅红遍全国。狮头鹅呢，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，就是应的化身，有什么好事啊、喜事啊，都会掳一只这个狮头鹅。从小对掳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，是拥有1万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。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，正面观之形如狮头，因而得名。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，犹如身披铠甲。要比个头，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。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，养得越久，身价越高。养到2年以上，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。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，那就养到4、5年。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，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。每天7、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，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。柴火大鼎，古法卤制，虽花功夫，也更添人情味儿。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，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、淋卤汁等工序。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，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。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，它不会收汁了。我就只能这样子做。如果去换别的方式，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，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？这个吊汤呢，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，它更容易熟嘛。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。大火煮开，转文火。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，老鹅时间更久，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。卤鹅的灵魂在于卤水。在潮州，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，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。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，吃我们潮汕的卤水，所以我自己养的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。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，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。比起其他姜种，南姜少了些辛辣，还略微带甜，
至少要种植2年以上的老姜，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。为此，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10几亩地，专供自家卤鹅用。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，就是比较老的；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，就比较嫩，越老越香嘛。姜还是老的辣。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，又重新再挑选一下，老的就拿来卤鹅，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種起來。老師啊，有咩時候整咩？蒙呢就做照嘅滷水，呢度就直接個果啦落去。我就落個果啦，落果啦呢，洗咗到滷水，就定個脂肪滷最後，伊正食出個夠。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，请来了潮菜非遗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1、2。我蒙呢就你要落啲蓮子丁香啊。啲辣椒夠味係嘛？佢滷水是好落丁香，但作為我個人嘅意見，甲從到正解伊每一份嘅，我就反對落丁香。丁香呢，來回大咁貴，就滷水熬滷，直接落啲落最後，伊係必勝。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甘草、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。经过反复的调试，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。配上这一锅好卤水，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。卤制好的狮头鹅，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，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。生意好时，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。好鹅肉常有，老鹅头难求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，得提前预定才有。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。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，紧实有弹性。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，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。紧致的鹅脖，细嫩的鹅肉，富有胶质的鹅皮，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，感受到的不是咸，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。卤水递进的口感，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。越吃越香，越嚼越美味。潮式卤味味浓香软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，深得好好吃饭、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。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，飘香300多年。